丝绸是我们中国的瑰宝，实现了让中国丝绸飘向全世界的梦想。老祖宗的东西和我们血液融合在一起了，把老祖宗的东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Estuve en los orígenes prácticamente del papel en Anhui. Y luego gente que conocía, pues he conocido auténticos maestros. 是驼队。驼队是古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穿荒漠，越天山，穿越这样的千里戈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真是开启了一场极致的探险之旅。据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历时13年，2次被匈奴捕获。出发时100余人，归来时仅存他和甘父2人。这趟旅程可真是危险，张骞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穿越无人区的探险家。正是这样一支支勇敢的驼队，在大漠中往返，用胆量和生命带来了物的交换、人的交流。古老的东方与西方之间，才拥有了真正意义的贸易往来。贸易的繁盛带来了驿站的兴起，驿站出现了，中转的驿站带来了更多人的流动，也带来了更多商品的互通。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货物是什么呢？丝绸之路。这条贸易之路就是用丝绸命名的，那丝绸应该就是当年最重要的标志吧。公元元年，罗马商人把汉朝丝绸带到了欧洲。当第一位穿着丝绸衣服的罗马贵族夫人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引起了当时时尚圈的震动。后来，罗马人干脆用丝的发音，把中国叫做塞里斯，也就是丝国的意思。巧夺天工的技艺和智慧造就了丝绸的华美。那到了2000多年以后，丝绸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一棵桑承载着丝绸的起源，一只蚕吐出了丝绸的生命，一颗茧孕育出丝绸的希望。丝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几千年前，当丝绸沿着古丝绸之路传向欧洲，它所带去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华美的服饰，更是东方古老灿烂的文明。苏州，古称吴地，素有丝绸之府、锦绣之地美誉，丝绸的主要产地之一。苏州丝绸从发端到鼎盛，浓缩并传承了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和创新精神。他叫包子，苏州的一位丝绸设计师。他用丝绸和色彩碰撞，让东方和西方的审美融汇，在这丝丝缕缕间编织文化交融的故事。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跟法国的艺术家做了一次跨界的一个合作，去了米兰的设计周，参加了 China Day 的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现场亮相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外的设计师很感兴趣，他们也会拿出手机一个一个很仔细的拍照。
我们今年兔年，小白兔也是一颗红心，我们带去星星意大利送给科莫丝绸博物馆的也是这个啊，也是这个，对，这个可以，这好看。这个红色的爱心也是上千个裁剪，应该要。就像曾经在江南一代又一代心手相传的织娘一样，带着包子走进丝绸，爱上丝绸的，就是胡玉芳老师。我出生在5月，那个是春蚕时分，我母亲说，差一点把我生在养蚕房里。我结婚时候的嫁妆是我的母亲跟我外婆亲手拉的。当盖着这一条家乡的特产，又轻又保暖的被子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家乡的特产就不能像法国的香水、瑞士的名表一样闻名世界呢？开了观光车，这样效率又高，然后你看又能感受这种田野风光，对吧？现在，如何更有效地打开海外市场，是这2代丝绸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汤总监他要做一个国庆的一个策划，然后需要寻找蚕桑之美。我说，到基地上找陆教授就能找到了，看见蚕宝宝我们就能找到了。我们找宝宝要点灵感。种桑、养蚕、缫丝、织染，古法的丝绸技艺曾经惊艳世界，也凝聚了中国人对匠心匠艺的执着。如今，中国丝绸也在迎接一场酣畅淋漓的年轻化、国际化和科技化变革。共建“一带一路”促使跨境电商快速发展，也为古老的蚕桑注入新动能。蚕桑产业迎来了新一轮的破茧成蝶。丝绸是我们中国的瑰宝。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从原来的1-2千万，现在已经能发展到做到1个多亿。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建立了我们的站点，实现了让中国丝绸飘向全世界的梦想。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对东方的瑰丽想象。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已与5大洲30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丝路电商不断丰富合作内涵，提升合作水平，已经成为多双边经贸合作的新平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亮点。如今，中国丝绸正以绰约风姿，织绣中华魅力的新篇章。那边好像有人在跳舞。
舞蹈也太美了吧！拜拜。看来贸易互通的背后带来的是人的流动和文化的融合。因为要买卖货物，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异乡，让异乡变成了新的故乡。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古称刺桐港。这里曾是香料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宋元时期，踏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这里相遇，中华文明与异域文明因缘际会，碰撞交汇，形成了璀璨的结晶。参观营里三洲路，长海生中万国商。宋人李炳描述了当时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的贸易盛况。阿拉伯商人携带大批香料漂洋过海来到泉州，他们也在中国落地生根。我的先祖啊是阿拉伯的，我们是阿拉伯后裔。宋朝的时候就来到了泉州。我的先祖蒲寿庚，他一官一商，善于经营大宗香料，从国外源源不断的把这个香料进口到泉州这个刺桐港这边了。作为蒲寿庚的后人，69岁的蒲良公继承了先祖们的技艺，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香的传奇。那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把我们的老祖宗的技艺香品做好。10里香，100里韵，阿拉伯制香技艺融入了中国传统香文化。蒲家人经过改良，创造出了咏春香。这一技艺传至蒲良公已是第10代。如今，中外结合的咏春香也远销海外。我们的客商，法国的、德国的、俄罗斯的、东南亚、中东那边也有一些客商。我们的香品呢，通过我们刺桐港上大船，销往世界各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扬起了新的风帆。来自中国的香品不仅畅销国内，也深受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喜爱。在东南亚，每3根面香就有1根由咏春生产，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而在产业升级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赋能。这也让新一辈制香人不断迸发新的智慧。今年30而立的曾志达，就是新一代制香人中的佼佼者。关于这个产品，我有一个想法跟大家沟通一下。首先，我们要体现中国特色，那我们是中国华夏，对不对？自古以来就是龙的传人，我们是龙图腾。那我希望它的名字叫做“龙合天下”。那其实这几年科技对我们赋能还是挺多的，像我们的大数据，我们原来做一个香方要思考很久，要做很长时间的研发，现在有了大数据，我们可以快速提取，然后组成香方，做成产品，大大缩短了我们的研发时间。现在新媒体、电商、网络这些已经帮我们建立了更快速的信息传达。直接接触到消费者，告诉他我们是做什么，也让消费者更直观地看到、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香文化。我们为什么会传承这么久？这个1000年的历史，因为我们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和我们血液融合在一起了，把这个老祖宗的东西学会学到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希望把我们的企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能做100年老店，让国际大众更能接受这个东西。香料是文明交融的历史遗产，见证了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胡良公和曾志达作为2代泉州制香的领军人物，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古老香料贸易的辉煌，并融合新的技艺与科技，书写出新时代的香露传奇。10年来，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了引领和支撑作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合作伙伴，勾勒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生动图谱。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在时光流转中，现代贸易带来的经济发展，生长出了高楼大厦。贸易兴起，带来了人与人更密切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文明的交融。由丝路西传的不仅有丝绸、陶瓷、茶叶，更有文化与科技。中国古代的4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就如同丝绸一样，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是西班牙中部城市昆卡，古城区依然保存着中世纪时期的城市风貌。如今用中国传统的宣纸工艺制作的纸张在这里很流行。店长名叫阿尔瓦罗，他因擅长中国传统手工造纸工艺而在当地颇有名气。Hola, soy Álvaro Martínez de la docencia y ahora estos últimos años como papelero. 造纸术是中国4大发明之一，而西班牙是当时中国造纸术沿着古丝路较早传入欧洲的地区。阿尔瓦罗从2021年开始学习宣纸造纸工艺，历时3年，成功地将昆卡本地的原材料与东方的手工艺相结合，打造出创新的产品。他的作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Pues la verdad es que estoy notando de estos meses que, desde que llevo abierta la tienda, que la gente se interesa mucho por el proceso, tanto por lo que es el proceso que nosotros realizamos como lo que es el origen del papel. El origen del papel, a mí me encanta contar la historia. Mucha gente no sabe ni el origen ni lo que es el proceso. Les informamos de que el origen es chino, que es uno de los inventos para mí más importantes que ha tenido China, junto con la brújula, la pólvora y etcétera, otros grandes inventos. Les hablo de la generosidad del pueblo chino en donarnos sus conocimientos, ¿no? Además es muy bonita la historia que se cuenta a través de lo que es la ruta de la seda. 古代丝绸之路是造纸术在12世纪传入西班牙，15世纪在欧洲已经普及，为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助力。Se puede hacer más ancha, se puede hacer más estrecha, como se quiera. Pero de momento esta yo creo que está bien. 阿尔瓦罗如今的成功，离不开他的师傅桑托斯的言传身教。桑托斯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老手艺人。几十年来，他的坚持使得源自中国的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在当地得以传承。Durante estos 3 meses, la respuesta de la gente, tanto de Cuenca como de fuera, ha sido muy buena. He notado que la gente se ha alegrado por poder abrir un punto de venta de papel artesano, sabiendo que detrás de mí, de ese punto de venta, está el gran maestro Santos, el cual ha dejado, os diría que a nivel mundial,
una huella imborrable como papelero. Y durante estos 3 años me he formado de una forma constante, intensa y siempre supervisada por el maestro Santos. Me ha enseñado todas las técnicas que él ha estado haciendo durante más de 45 años. ¿Qué tal? Bien, creo que esta vez ha quedado... ¿Has corregido? Sí, he tenido más cuidado con lo que es la cola. 桑托斯在2018年来中国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他走访了宣纸发源地安徽泾县等地。尽管已经从业了几10年，但是见到中国的同行，桑托斯老人依然十分感慨。而最打动他的还是中国的师徒传承文化。回国后，原本计划退休歇业的桑托斯决定收徒，将来自中国的传统工艺在昆卡继续传承下去。Y estuve en los orígenes prácticamente del papel, en Anhui, del papel sin ninguna duda. Y luego gente que he conocido, pues he conocido auténticos maestros y antes o después nos vamos a ir, la vamos a dejar ahí, es mejor que se los quede alguien. Para eso los chinos son muy especiales, porque no conciben la vida sin aprendices, tienen que transmitir su saber, lo cual me parece una postura noble. 造纸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到欧洲，对欧洲的文化传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宣纸的传统造纸工艺在中国和西班牙2个相距万里的国家都得以传承。西班牙新一代的手艺人将来自东方的手工艺和本地的材料、文化相融合，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给予了古代技法新的生命，同时拓展了市场。而这正体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传递的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内涵。它孕育着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增进交流与合作的无穷力量。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它所带来的精神财富延续至今。当年在风沙里前行的人们，如何能想到现在货通万国的繁忙景象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这10年，让这条经贸之路、文明之路有了更深度的交融。当前6廊6路、多国多港的共建主体框架基本形成，这里已经不再仅限于传统货物贸易，在交通、电力、油气、煤炭、新能源等领域，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国际间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这种更深层次的合作，契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新需求。它包含着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充满东方智慧、促进共同繁荣的宏伟方案。